被接回家的第3年，我跳楼了。我的灵魂飘在空中，想看一直嫌弃我的爸妈哥哥会如何痛哭流涕，悔不当初。但我爸只是漠然地摇了摇头，对着我的尸体说了一句幼稚。我妈抿抿嘴，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我哥挡在贾千金面前，免得他看见我惨烈的死状。不过贾千金还是吓哭了，惹得全家赶忙抱紧她安慰。我愣了许久，在自嘲中释然一笑。再睁眼，我回到刚被接回家时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意识到重生后，我沉默地坐了很久。面前的父母眼眶通红地诉说着多年来的思念以及对我的愧疚。他们想我想了10年。上一世，我感动得嚎啕大哭，扑入了他们的怀抱，天真的以为我有家了，我有人爱了。然而3年后，我疯狂地扯着自己头发，哭号着在他们面前跳楼，想以死换取他们的一丝爱。可是从来都没人爱我啊！所以此刻我没有任何感触，平静得像根木头。乖女儿是不是还没适应啊？没关系，妈妈先带你去选房间，随便选。我妈见我沉默，拉起我的手往3楼走去。我爸笑着跟上，同时给我哥陆京打去电话，催促他快回家。陆京只是回了一个字：忙。我爸不悦，我妈有点尴尬，跟我解释，你哥是个大忙人，集团的事基本交给他了，他周末才能回来。上一世我信了，这一世我无所谓，继续信便是了。上到3楼，每一个房间都装饰得亮堂堂，充满了温馨和少女气息。昭昭啊，你选吧，你可以住任何一间，我爸含笑开口。我的目光锁定了最靠近楼梯的那一间，里面的床上坐着一只毛茸茸的熊猫。上一世，我一眼就被吸引，又误以为爸妈十分爱我，所以直接选了那间房。我喜欢那只熊猫。然而，父母脸色微微变了变，对视一眼，忙笑道：朝昭，忘了告诉你，这间是你妹妹念念的。念念非常懂事，特意把自己的房间清空了，说也让你选，你理应住这间最宽敞的。我当时眨眨眼，心怀感激，妹妹把她房间让给我了，她真好。我依旧喜欢那只熊猫，喜欢那个房间。父母再次对视，欲言又止。可高兴过头的我已经跑了进去，毫不犹豫地抱住了熊猫。正巧陆念背着书包回来了。陆念跟我同岁，15岁。他比我成熟许多，不似我一般懵懂天真。看见我闯进了他的房间，他抿抿嘴，故作轻松地挤出酒窝。听说姐姐回家了，我请假赶回来了，姐姐喜欢这间房。那你住这里吧。他说完咬咬嘴角，别过脸去。爸妈将他的一切变化尽收眼底。我妈忙进来拉我，朝昭，选别的房间吧，这间太大了，我看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我很疑惑，也微妙地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。可彼时的我怎会明白到底哪里不对呢？明明爸妈为我流泪，那么爱我。明明陆念主动清空房间让我挑选。明明我是爸妈的亲女儿，难道选一个喜欢的房间不对吗？所以我满是疑问。我妈表情又变了变，欲言又止。我爸威严了许多，同样莫说话。陆念主动过来帮我铺床，姐姐，你就住这里吧，这个家本来就是你的，你随便住。我住下了。
我在村里只跟锅碗瓢盆和田地打交道，来了城里依旧只会跟锅碗瓢盆和田地打交道。可城里没有锅碗瓢盆和田地了，所以我不懂哪里不对。我在陆念的房间里仅仅住了半天，就被赶回来的哥哥陆金拽了出来。他怒气冲冲，将正在看书的我拖到了门口，含恨呵斥：“你有没有礼数？这是念念的房间，你鸠占鹊巢，怎么好意思？”我整个人呆住了，不仅仅是因为第一次见到哥哥，更因为我想不明白，我怎么鸠占鹊巢了。我吓得喊爸爸妈妈，爸妈急匆匆上来了。陆金先发难：“爸妈，你们怎么安排的？这是念念的房间，你们这样区别对待，不是寒了念念的心吗？”爸妈脸色纠结，不知该说什么。我敏锐地捕捉到了我妈眼中一闪而过的晕色，那是看我时的眼神。我怔了一下，这种眼神我很熟悉，我那死去的养父活着时便喜欢这般看我。妈妈在生我的气，原来我真是鸠啊！鸠小心翼翼站在铁丝上，熬过了一年又一年，最终跳下了高楼。他真蠢，这一世可不能蠢了。这一世我要不争不抢，不哭不闹，当然也不会再爱他们了。我心里很淡地笑了笑，指向最里面最小的那间房：“我要那间。”爸妈一怔，随即露出欣慰的表情，嘴上又故作责怪：“那是杂物房，你选来做什么？重新选。”我习惯住小房间了，比较有安全感。我的语气带着3分自嘲。爸妈一番叹气，同意了。他们就这么水灵灵的同意，让失散10年才归家的亲女儿住进了杂物房。假千金陆念适时回来了，他跑上楼来，见我进了杂物房，明显有些惊愕。我扫了他一眼，波澜不惊。他以为我不知道，他是故意在自己的房间里放一只熊猫，引诱我选他的房间。从我回家的第1天起，便落入了他精心布置的陷阱。他用3年时间与我争抢家人的爱，最后完胜。而我用死亡悟出了一个道理：获得爱的最佳方式是自己爱自己。我住进了杂物房，关上了门。陆念将熊猫玩偶送过来：“姐姐，送你一个玩偶，你一定喜欢。”“我不喜欢玩偶，谢谢。”我隔着门回应，将从乡下带来的书本取了出来。重生的那一刻，我便有了规划。我要自己爱自己。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，对于现在的我而言，学有所成，独立自主便是最好的方式。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啊？也对，我是鸠占鹊巢的那个人。陆念在门外低落开口，看似跟我说话，实则是说给父母听的。父母还在呢。果然，我妈连忙安慰他：“你姐可能是累了，需要休息，你别多想。”我爸也开口：“念念，别多想，在这个家，没有谁鸠占鹊巢。其实有的。是我。”我睡了一觉，别墅里已经冷清了。保姆说，小姐心情不好，老爷夫人陪她去逛街了。我哦了一声，挺好的。我开始收拾红包，这些红包是父母和亲戚们去接我回家时给的，加起来竟有10多万。我要存起来，因为我未来的日子不会好过，这10多万是我最大的资本。村长给我办过银行卡，所以我拿着银行卡去了附近的银行。前世3年煎熬，我对附近早已熟悉，出门也不会迷路。到了银行，迎面走来一个英挺的西装男，旁边跟着银行经理，正点头哈腰的送行。我停下了脚步。西装男是我哥陆金，这一世我们是首次见面，但他认得我，毕竟有我的照片和视频。他也看见了我，
上下打量我几眼，冷然开口：“陆昭昭。”我嗯了一声。银行经理眼珠子一转，对我无比热情：“这位小姐是陆总什么人啊？”陆京皱眉，不悦道：“你不必知道，去忙吧。”银行经理干笑着离开了。陆京再次看我：“你才回家，跑来这里做什么？”“存钱。”我如实回答，径直去领号。“存钱？那些红包？”陆京露出不屑的笑：“我还以为你会将红包给爸妈保管呢，毕竟念念从来都是这么做的。”我没答话。陆京轻哼一声：“小小年纪倒是贪财，但你记住，你自己的财可以贪，家里的财莫伸手。”他跟上一世一模一样。我回家的第1周，家里丢了金项链，陆京认定是我偷的。他觉得我缺乏教养，眼里只有钱，是个祸害。没想到重活一世，家里金项链上没有丢，陆京便给我盖棺定论了。但我不争辩，不在乎，我存我的钱便是了。陆京冷哼，抬脚走了。晚上，爸妈和陆念都在，他们在帮我选学校，画册上全是贵族学校。我直接自己挑选，我不想读贵族学校，我想读苏城一中，一所重点公立高中。读高中，考大学，离开这个家，便是我的计划。豪门千金，我并不想当。爸妈十分诧异，陆念隐藏好内心喜悦，开口：“姐，我们用不着读普通的高中，我们甚至不用高考，将来要出国留学的。”“是啊，昭昭，你跟妹妹一起读紫荆花学院吧，我们会为你安排好未来的。”我妈拍我的手背。我爸目光闪烁，在考虑什么？我知道他在考虑什么。上一世，我入读了紫荆花学院，一举成名。并非我多耀眼，而是我太违和了。一个乡野丫头，跟苏城最有钱的公子小姐们一道学习，显得极其格格不入。而且我是陆氏千金的消息传开后，引来了很多笑话。不少人慕名来看我，结果发现我只是个黑瘦野丫头，难免埋汰。更重要的是，陆念推波助澜，不仅找人欺负我，还派出了一个帅气的男生追求我。等我沉醉在甜言蜜语中后，男生公开了我跟他的诸多录音录影。我瞬间沦为众人笑柄，丢尽了陆家的脸。当时我爸气急败坏，一巴掌将我抽翻在地。当初让你读贵族学校，就料到会有今天，你果然丢尽了我们陆家的脸。我爸极其重视脸面，而我撕破了他的脸。此刻，我爸考虑的无非又是脸面。陆念能撑起他的脸面，而我呢？我只喜欢公立学校，让我读苏城一中吧。我十分坚定。我妈还要劝说，我爸打断：“行了行了，让孩子自己选择吧。既然我们爱孩子，就不要强人所难。”我差点笑出声，不过还是忍住了。喉咙里没有酝酿出的笑声，化作了内心毫无波动的一抹凄凉。我开始读高中了，苏城一中。这间学校离家最远，所以上了2周课后，我顺势提议住校。正在吃饭的一家人都很惊讶。陆京难得回家，这会儿横眉看我，住校。陆昭昭，我怎么发现你跟我们完全不亲近啊？你回来也有半个多月了吧，还不适应家里？我怎么能适应呢？曾经我煎熬了3年，最后都没有适应呢。住校方便学习，我平静地给出了理由。陆京眯眼不语。我妈拉着我的手：“朝昭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儿？妈妈总是觉得你跟我们合不来。”“是合不来。所以眼不见心不烦，只是为了更好的学习。”我再次解释。旁边陆念眼睛一红，渲然欲泣：“姐，你一定是讨厌我对吧？你别住校，我去住校，
我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他说完就去收拾东西。我笑了。陆念，你很急啊。这半个多月来，他总是想方设法找茬儿，或激怒我，或污蔑我。可我不争不抢，像一只水獭。陆念拿我没办法。现在他好不容易逮住机会，以退未进，立刻装模作样了。只要不是傻子，都能看出陆念的小心思。爸妈和哥哥自然也看出了，但他们不在乎，他们偏爱陆念。陆京放下筷子，念念，你住什么校？坐下。陆念吸吸鼻子，乖乖坐下了。我爸趁势答应我的要求，既然昭昭想住校，那就住校吧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这当然不是什么大事，毕竟上一世我就住过校。准确来说，是住在学校旁边的出租房里。那时，因为陆念一次又一次的找茬儿和污蔑，尚显稚嫩的我默忍住跟他扭打了起来。我们摔下了楼梯，我默受伤，陆念头破血流。我还觉得我赢了，可当家人跑过来时，我才知道自己输得彻底。我妈抱住陆念，心疼的眼泪直掉。我爸发了狠，一把将我揪起来喝骂：陆昭昭，你干什么？发疯是不是？陆京也在家，他二话不说便给了我一脚。你还当是乡下吗？谁允许你跟野狗一样打架的？给念念道歉。全家的怒火都倾泻在了我身上。我惊恐的道歉，而陆念哭着收拾行李。他说我不喜欢他，他要去外面住，这个家留给姐姐好了。家人自然不愿意，心疼的挽留。我站在一旁发呆。陆京突然骂我：你犯了错不知道表示点什么吗？我看你去外面住才对，这个家只容得下念念。我被惊醒，难怪爸妈总是看着我欲言又止。原来他们是希望我主动搬出去啊。像是当头一棒，将晚熟的少女敲醒了。我搬了出去，被迫离开了家人。那间出租屋，我住了整整2年。思绪回归，我上楼收拾东西。我要提前出去住了。如你们所愿，我在苏城一中旁边租了一个小公寓，并不直接住进学校，只有一个保姆忙前忙后。他很疑惑，偷偷问我：小姐，老爷夫人放心你一个人住这里吗？他们怎么不来？他们当然不会来，毕竟陆念心情又不好了，他们忙着哄陆念呢。见我不语，保姆尴尬地安慰我：可能他们忙吧，忙完就来看你了。保姆失策了，我的父母和哥哥压根没来看我。我妈只给了我一个电话：昭昭，你安定下了吗？哎，你一个人在外面住，妈真是不放心啊。我说安定下了。我妈又叹了几口气，但说不出什么话来了。你看，没有7分爱，何来3分雨？挂了电话，看着这个属于自己的小窝，我露出了由衷的笑。我终于不用当揪了，接下来的日子就简单多了。吃饭、睡觉、学习，3点一线，无需考虑任何家人的事。他们也没有考虑我。我搬出去1个多月，竟没有接到任何一个电话，仿佛大家都死了。后来我遇到了陆念。放学回公寓的路上，我看见他骑着机车，领着一大帮人风风火火地穿街过巷，好不威风。这让我有点愣神。陆念是集团千金，他不该像精神小妹一样在街上轰机车。这要是被爸妈知道了，准得训斥他。他似乎也发现了我，一脚油门开到了我面前。不等我开口，他脱下头盔，玩味地打量我：陆昭昭，好久不见啊。我嗯了一声。他甩甩头发，很酷炫地抱起手，问我一个问题：爸妈是不是一个电话都没有给过你？我点头。他又问我想不想知道原因。我摇头。
他自顾自说，其实他们想打电话给你的，但只要一打，我就哭，他们为了照顾我，只好不打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原因是，他们对你有怨气。我默默听着。陆念忍住笑，你回家也挺久了，一点都不亲近爸妈和哥哥，你觉得他们不会怨你吗？没想到我不战而胜啊，我当初可是非常怕你的，怕你回来了，我没有地位了，结果呢？你自己离开了家，将一切拱手相让，真是谢谢你啊。他一边说一边认真观察我的表情，他在试探我口风，想看看我是天生愚蠢还是主动让位。我想笑，妹妹，你累不累啊？我有事，先走了。我提了提挎包，往公寓走去。一个机车男凑近，询问陆念，念念，他是谁？还能是谁？我那便宜爹妈的宝贝女儿啊。陆念毫不在意。机车男嘘了一声，可别这样埋汰陆总和陆夫人。切！陆念掉头离开。显然，他并不尊重爸妈，甚至不爱爸妈。我笑了笑。爸妈，最可怜的是你们哦。高一暑假，我回了一趟家，结果人去楼空。打扫泳池的保姆告诉我，爸妈一家去海边度假了，昨天就出发了。老爷夫人没有通知您吗？保姆还很疑惑我为什么不知道。我不答，离开就是了。走到半路，我妈给我发了条微信，昭昭，我们准备去海边度假，至少半个月，你那调皮的妹妹念叨很久了，你要一起吗？我看着这条资讯，只觉荒谬。他们大概已经在海边了吧，现在才给我发信息。我想了想，故意答复，我去。那边沉寂了许久，才有了动静。吵吵啊，那你半小时内赶回家哦。你爸那个糊涂蛋，把机票时间订错了，我们必须赶紧出发才行了。半小时？别墅在城东，苏城一中在城西，打车都要近1小时呢。我妈真聪明，化解了我的公式。我赶不回去了，你们去吧。我在笑。笑什么呢？不知道。暑假我没有落下学习，为了将来的高考，我提前做准备，请了家教老师辅导。整个暑假，我几乎都在学习。学累了就看看手机，刷刷朋友圈。朋友圈里时不时会蹦出家里人的动态，比如我妈，她会发9宫格，里面有一张是她和爸爸的合影，一张是哥哥的背影，其余7张全是陆念。冲浪的陆念，坐直升机的陆念，坐摩托艇的陆念，坐在游艇上的陆念。真时髦，真漂亮。不像我，一个裹着校服土里土气的书呆子。当然，我并不妒忌，不会像上一世那样，被故意留在家中后，小心翼翼地打去电话，询问是不是把我忘了。现在，我只会点个赞。谁发朋友圈，我都点赞。祝福你们，幸福安康。开学后，我继续有条不紊地学习，成绩也从中流稳步前进，步入了年级前10。中学时代，成绩好的学生总归是会收获多一点关注。我竟然收到了情书，有个男生夸我成绩好，人漂亮，皮肤白。我愣了半天，一脸茫然。这是给我的吗？我漂亮？我白？我问同桌，你看我白吗？同桌翻了个死鱼眼，显摆尼玛呢？知道你白了。啊？我借了他的化妆镜，时隔多日，第一次打量自己，竟然还真挺白的，不再黑黑瘦瘦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了。五官似乎也长开了不少，多了几分俊秀。有一点点好看。难道是自己爱自己了，模样都变好了？不知为何，我眼眶有点红。同桌大吃一惊，
我靠，你把自己美哭了。成绩在一天天地进步，容貌也在一天天地变化。我并没有过多关注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对独立自主的渴望愈发强烈。特别是高3之后，我总是幻想自己是个女强人，拥有自己的事业，可以屹立山巅，万众瞩目。前世是多么可笑啊！整整3年，竟全部浪费在谋爱之上。我在索取、谋求来自家人的爱。我想要爱我的爸爸妈妈和哥哥。然而，18岁那天，我却跳下了高楼，了却残生。18岁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我知道今天会有大事发生。果不其然，一大早，我妈就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这是时隔半年的第一个电话，上一次电话还是除夕夜打来的，喊我回去吃团圆饭。我没有回去，自己在公寓做了炖饺子吃。我接听电话，我妈充满笑意的声音传来：“乖女，好久不见了，妈一直怕打扰你学习，所以莫敢找你呢。”我轻轻的表示理解。我妈说正是这样的，我们准备送念念出国读书了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想出国吗？这句话将我的思绪搅飞，搅到了那血染残阳的一天。那天，妈妈也问我要不要出国。我回答要。经过3年煎熬，我的内心早已不人不鬼。我卑微懦弱，黯淡无光，却死死咬住陆念。我不服气，凭什么全家人都爱他？凭什么我是揪？明明我才是亲女儿啊，我才是这个家的掌中宝啊！所以，陆念出国留学，我也要出国留学，我不甘落后。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妈妈的脸色微微变了变，如同我归家那天选中了陆念的房间一样。潜意识已经告诉我，妈妈并不是真的在征询我的意见，她只是走一下过场。她并没有送我去留学的打算。可我已经昏了头，我就是要死死地咬住陆念。我妈摸摸我的头，潮潮儿，事先告诉你，国外留学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哦，有很多坏人，而且你的英文很差，这几年你都莫好好学习。我得不到一丝爱，如何安心学习？我没有反驳，只是说我想出国留学，家里不差钱，送我去吧。一旁的陆念在偷笑。我爸点燃一根雪茄，沉声开口：“这不是钱的问题，送你出国又要跑一趟流程，还得日日担心你，挺麻烦的。”他怕麻烦。我说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不会麻烦家人。我爸不耐烦地哼了哼：“你懂什么？你要是在国外出了点事，谁去照应你？大家都那么忙，你多用脑子想想啊。”我的眼泪出来了，因为家人的嫌弃已经明目张胆了。可我还是要质问。我大声地质问，既然大家都那么忙，就不怕陆念在国外出事，没人照应吗？我爸脸一黑，气得折断了雪茄。我妈拍了一下我的嘴，呸呸呸，净说晦气话，你妹妹不会出事的。正巧陆京回来了，他听说陆念要出国了，万分不舍，直接从首都飞了回来。陆念当即扑了过去，委屈不已：“哥，陆昭昭咒我在国外出事。”经过3年的斗争，他已取得彻底的胜利，完全不伪装了，直接针对我。陆京脸色阴沉的不像话，他不问原因，过来给了我一巴掌：“陆昭昭，你想死？”我被扇得嘴角流血，内心的脆弱和卑微顷刻间支离破碎。我嚎啕大哭，涕泪横流。我像个邋遢的乞丐，发了疯一样抓自己的头发，嘴里发出压抑的、悲凄的哀嚎。为什么打我？明明是你们问我出不出国的，是你们问的。你们根本不爱我，你们从来就没爱过我，你们巴不得我死。是不是只有我死了，你们才满意？
所有人都惊了，随即是恼羞成怒。我妈也收起了伪善，厉声呵斥：陆昭昭，你发什么疯？还要不要脸面？我爸让保姆们下去，然后命令我，给我闭嘴，你是陆家的女儿，不是泼妇。我哥冷笑，一言不发。我嘴唇颤抖得厉害，手指也在抖，最后全身都在抖。3年了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活着。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会机械哭号，质问：是不是只有我死了，你们才满意？是，你去死吧！我哥暴喝一声，对我厌恶至极。爸妈全都烦躁地摆手，滚！我不抖了，似乎心脏也不跳了。我浑浑噩噩，却又充满了力量。我转头朝楼上冲去，一口气冲上了5楼。没人阻拦，没人担忧。我冲到了楼顶，朝着边缘跑去。翻过栏杆后，下方有保姆惊呼：小姐，别冲动。别墅里的人都跑出来看我，父母和哥哥也出来了。陆念还在偷笑，心花怒放的偷笑。我迎风站着，身体一阵凉一阵热。跳啊！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？18岁了。我妈破口大骂，她觉得我太丢脸了。那么多下人在场，看着陆氏千金发疯，多丢脸啊！我爸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了，他只是狠狠地挥手，示意我跳。有种就跳。我哥阻止我，他抱着陆念，冷声开口：别在这里跳，脏了地板。我惨然一笑：对不起了，脏了你们的地板。闭上眼，一跃而下。我成了一个死人，双腿摔得粉碎，脑浆崩裂，莫剩下一口气。我的灵魂飘着，我竟然很快意。我恶狠狠地看着自己的那滩烂肉和家人们。如果能说话，我一定会大喊：快看啊，我死了，你们满意了吗？我幻想着，家人终于后悔了，终于明白该爱我的。然而，并没有。我爸赶走了所有保姆，然后冷然地摇摇头，骂了一句幼稚。我妈有些颤抖，可一滴泪都没有掉。她只是抿抿嘴，深深叹息：傻孩子啊，太傻了。可叹息的同时，她又如释重负。她终于抛掉了我这个累赘。我哥挡在陆念面前，皱眉打电话联系人来搬尸，尽快火化下葬。唯一哭的是陆念，他吓得不轻，瑟瑟发抖，可眼中分明满是得意。他彻底无忧了，他是唯一的陆氏千金了。家人们都安慰他，说不是他的错，是我自作自受。我愣了半晌，渐渐消散。陆昭昭，你真蠢。那股死亡时的剧痛似乎还在作祟，令得我打了个哆嗦。思绪回归，电话那头的妈妈疑问：乖女，怎么不说话？妈妈问你，想不想出国留学？不想。我简短回答，还要上课，我先挂了哦。哦，哎，你真是一点都不想麻烦我们啊，乖女啊，妈妈其实很爱你的，希望你出国深造一下呢。我妈苦口婆心。我挂了电话，继续学习。陆念出国后，我的高考也临近了。对于很多富家子弟而言，高考只是一个小小的门槛，不跨都行。可对于我而言，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。我以年级第一的姿态冲击全国最高学府，十足把握。当走出考场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。同桌翻死鱼眼，哭你妈呢？又照镜子了。我回公寓照了照镜子，这是最近才买的，以前我没有照镜子的习惯，别说穿衣镜了，连化妆的小镜子都没有。看自个儿全靠脸盆。现在我安安静静地欣赏自己，不是欣赏自己又漂亮了，更不是欣赏自己又白了。
我就是单纯的欣赏自己这一世，好歹活出个样子了。银行卡里还有一些钱，我奖励自己去看海。这是3年来我第一次出远门。我拍了2张照片，一张是大海，一张是自拍。然后第一次发了朋友圈，文案不知道写什么，索性发个表情，龇牙笑的表情。我妈第一个点赞，她很震惊，昭昭，这是你？我回了个嗯。我妈又问，真是你？你变化这么大？是啊，大到亲妈都认不出了。我爸没有点赞，他给我发微信，你去哪里了？我说去看海了。我爸沉默片刻，责怪我，你也真是的，以前叫你去看海你不去，现在一个人去，不安全啊。我没答复。傍晚，我哥也点赞我了，夸了一句，亭亭玉立了，不愧是我们陆家的基因。我没理会。高考成绩出来前，我跑去打工了。打了半月工，我妈才通过询问老师得知我的去向。她不由责备我，乖女，你怎么老是一声不吭乱跑？要是出事了，我们都不知道呢。你快回来，用不着去打工。我说赚点学费也好，大学里用钱的地方多。我妈气笑，我们家差那点学费吗？当然差啊。高中3年，我莫问家里要过钱，你们也没主动给过。归家时的红包支撑了我3年呢。我笑而不语。我妈后知后觉，大概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忙不迭地询问，你爸莫给过你生活费？没有。你哥呢？也没有。说罢我挂了电话。太忙了，流水线缺我不行。出成绩那天，举校欢庆，因为我得偿所愿，考上了北大，而且我还是状元，接受了市电视台的采访。班主任都激动哭了，连连夸我是个天才。我安安静静地笑着，然后笑不出来了，因为爸妈来了，是老师请他们来的，一起拍照呢。我妈十分激动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爸也难得不威严了，跟许多领导握手，夸夸其谈。看来是状元这个名头还是足够响亮的，富豪也很中意。我转身离开了，不想跟他们拍照。走出校门，一辆跑车上下来一个英挺男人，我哥陆京。两人对视，他一怔，爸妈不是说来找你吗？你一个人去哪里？饿了，去吃饭。我继续走，走向不远处的小饭店，里面的麻婆豆腐12块，青椒炒肉13块，是我最爱吃的东西。往常我会一天点一样，下饭吃。今天奢侈一把，2样都点了就吃。陆京走进来，被呛得咳嗽不止，只得捂住口鼻坐我旁边。你就吃这个？他有些震惊。我点头，说好吃。陆京眉头紧蹙，一时无言。随后他叹口气，陆念过的可比你好太多了。他在国外每个月生活费都要20多万，听说天天鬼混。哎，我继续扒拉豆腐。陆京见我不吭声，突然掏出一张卡递给我。你是状元，非常了不起，我这个当哥哥的，奖励你10万吧，你拿着上大学用。他真大方，奖励了我陆念半个月的生活费。我没接。他将卡放在了桌子上，看了我许久，默默地走了。陆京的这张卡我带回了别墅，放在了客厅。随后我收拾了最后的行李，准备北上了。去了首都，天高海阔。出门的时候，爸妈正好回来。他们脸色很不好，见到我后，强忍怒火质问，陆昭昭，你怎么不留下跟我们合影？校领导找你半天找不到，我们不要颜面的。我不知道要合影。我解释了一下，往外走去。我爸深吸一口气，紧紧盯着我。
我妈突然拉着我的手，眼角湿润，朝朝，你是不是恨我们啊？3年了，你从来没对我们笑过，现在考上了北大，也不见你与我们分享喜悦，我们可是你亲生父母啊。亲生父母？我止步，目光淡淡地注视着他，像看一个陌生人。诸多往事流转，最后化作波澜不惊的井水，泛不起一丝涟漪。我回应，你们误会了，我只是天生不爱笑。荒谬！我爸气急败坏，拿出大家长的威严，陆昭昭，从你回家第1天起，你的心思就不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盼了10年才把你盼回来，多希望跟你亲近亲近。你倒好，天天摆着个冷脸，跟念念也不对付，我们欠你的是不是？是啊，你们欠我的。内心终于起了一丝涟漪，像一滴水，荡漾着波纹。波纹越来越大，最后掀起了滔天巨浪。我凝视着暴怒的爸爸，凝视着凄婉的妈妈。我问他们，如果我回家那天选了陆念的房间，你们会同意吗？他们一怔，立刻点头，当然同意，你想住哪里都行。那你们现在打电话给陆念，告诉他我要住他的房间。我放下了行李。爸妈一僵，目光闪烁，现在美国那边是凌晨，念念可能在睡觉。好理由。我接着问，那如果你们去海边度假的时候，我让你们等等我，你们愿意等吗？当然愿意，妈妈当时不是说等你了吗？你爸买错机票了，气死我了，我妈接茬。我轻笑，那天我回来了，你们前1天就走了。我妈脸色大变，喉咙仿佛被掐住了一样。我继续问，18岁那天，如果我坚持要出国，我能像陆念那样，每个月20万零花钱，在国外潇洒吗？能，我爸坚定回答。那好，我可以现在出国，劳烦你们帮我走走城市，顺便通知陆念，让他接我。我目光沉沉。我爸又僵了，嗫嚅着，怕是不妥，要不我们先跟念念商量一下。等他睡醒后。我笑了，提起行李，挥挥手，再见。无人追来，只有2个无地自容的人焦急地目送我。入读北大后，我愈发勤奋，因为我要当屹立山巅的女强人，而不是寻死觅活的真千金。大2时，陆京来首都见客人，也来见了我。他见面就抱怨，陆念真是反了天了，在国外，疯了。我问怎么了，他迟疑半天才咬牙切齿地说陆念不学好，尽学了国外的糟粕。什么黄赌毒，墨一样落下的。父母已经亲自去逮他了，务必带回国。我笑了笑，莫说什么。大2的冬天，快过年的时候，父母才带着陆念回来了。陆念坏得很彻底，他本来就坏，只是在家里会伪装罢了。去了国外，无拘无束，钱也花不完，自然是一路狂奔，浪荡不羁。他回来后，依旧不思悔改，日夜玩乐，甚至跟爸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。我妈一次深夜突然打视频给我，我起床解手，正好接听。视频那头，我妈披头散发，脸颊红肿，满眼的绝望和疲惫。我问怎么了，她当即大哭，你妹妹半夜去鬼混，跟7、8个男的，简直不堪入目，我把她带回来，她竟然打我，你看我的脸。她的脸肿得很滑稽。我默不作声。我妈擦着泪悲戚万分，你爸出差，你哥又在公司，我一个人都摁不住你妹妹，老天爷真是造孽啊！当初就不该放纵你妹妹，我只当她生性调皮，不成想自私自利，冥顽不灵。妈妈有很多苦要诉，但我很困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迷迷糊糊间，只听见妈妈的哭声和结结巴巴的道歉，昭昭，你睡了。
妈想说，妈对不起你。我翻了个身，把视频挂了。好吵。在陆念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时，我已经在全国最高学府高歌猛进。我成了导师的得意门生，我在各类期刊上扬名，我在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。到了大四，我已经是万众瞩目的明日之星了。爸妈和哥哥竟然一直关注我，时常打探我的消息，总会发信息夸我厉害，是陆家的骄傲。我从来不回复。也是这一年，我爸病倒了，说是气急攻心，血偶一地。妈妈和哥哥一再求我回去看看，说爸爸想见我。我正好放假，打算去看海。路过家乡时，回去看了一眼。结果进了别墅，我妈不谈我爸，反而热切地拉着我往3楼走。我说怎么了？她不回答，拉我上了3楼，指着最大最宽敞的房间，笑盈盈道：“乖女，看，这个房间重新装修了，什么都换了，你喜欢吗？”里面确实焕然一新，连那只熊猫都不见了。我无心多看，反问妈妈：“陆念不住了？”提到陆念，我妈脸色一沉，眼中满是阴霾。她住什么住？她又不是我亲女儿，她配吗？我妈的话让我有些意外，不过我的心思并不在这里。我只是哦了一声，说自己路过看一眼就要走了。我妈急了，拉紧我的手：“你那么着急做什么？还没看你爸呢，你爸其实不是气倒了，他是被打了。”我挑眉：“谁敢打他？”陆念，我妈咬牙切齿：“那个畜生东西联合我们的竞争对手，试图盗窃机密档，被你爸发现了。他竟恬不知耻，当场殴打你爸，用一把水果刀捅穿了你爸的肩膀。玩这么大？”我心里在笑，嘴上询问：“那报警了吗？陆念得坐牢吧？”我妈摇头：“我们想亲自处理这件事，反正陆念这个畜生，我们不认了。”是吗？那你们处理吧。我看看时候不早了，当即告辞。我妈一路追出去，求我留下吃饭，待会儿哥哥带爸爸出院，会回家的。话落，我爸和陆金真回家了。我爸还缠着纱布，脸色灰败。陆金满脸愤怒，随时会杀人一样。见到我，两人同时露出笑容。我爸主动问好：“朝昭，你回来了。本来我还不能出院的，但为了见你，提前出院了。”我微微点头，没有说话。陆金跟我握手，张口夸奖：“陆昭昭小姐，你可是北大名人，前途不可限量，欢迎光临寒舍。”他以为自己很幽默。我有点恍惚，原来冷漠高傲的陆金也会有这样的一面啊。前世今生，如此多年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见我不语，陆金有点局促和尴尬。我妈圆场：“难得一家人团聚，快进来吃饭吧。”他们簇拥着我进屋。我又一次看时间，摇头拒绝。不了，我怕赶不上晚霞。我还是走了。看了海，我又回到了北大。如今大四，我联合几个小伙伴，开启了创业之旅。这条路并不好走，但很有意义。等我研二，事业终于迎来丰收，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，80万。日子也愈发繁忙，学业事业双管齐下，我常常累得倒头就睡，再也没有理会过家里传来的消息了。等我研究生毕业，我和几个老伙计也成立了公司，有了自己的脸面。赚的钱不多不少，跟我那豪门爹妈自然是无法比的。但胜在独立自主，成就感满满。也是这时候，我见到了陆念。他竟然独自来找我，见到我就是一巴掌。还好我反应及时挡了一下，不然准得被他扇肿脸。没有任何废话，我也一巴掌了抽回去。他躲闪不及，被我扇得眼冒金星，
嘴角全是血。他呸了一口，恶狠狠地辱骂我，全家都不要我了，你满意了？我掏出纸巾擦手，并不答话。他咬紧牙关，陆昭昭，你赢了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你主动远离家人，竟然是一步大棋，你以退为进，好狠的手段。你是古惑仔看多了吗？我抬了一下眼，很无奈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远离家人，只是为了我自己？你放屁！陆念目眦尽裂，爸妈跟我断绝关系，哥哥甚至当街打我，这些都是因为你，他们爱你了，他们不爱我了。我摇摇头，打电话报警。远警把陆念带走了。我做完笔录后又知会一声妈妈。他接到我的电话，激动的声音都发抖。昭昭，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，好多年不回家了，你过得好吗？听说你开公司了，累不累？我打断他的话，你来接你女儿回家吧，她在朝阳警察局。什么？我简单说了几句就要挂电话，妈妈当即大哭，昭昭，你才是我女儿，陆念被我们赶走了，我不想接她回家，我想接你回家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我很忙。不了。我被评为首都10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后，年关又近了。我站在总裁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脱下了高跟鞋，端起一杯红酒，一边欣赏着窗外繁华的夜景，一边静静地抿着酒水。此时我30岁，从15岁走到30岁，我走了15年。这条路真不好走啊！跳楼倒是容易，只需要3年，而要从寻死觅活的真千金变成屹立山巅的女强人，需要多走12年。我很庆幸多走了这12年。12年时间，有很多东西都变了。比如苏城的龙头企业倒了，那正是我父母的企业。树倒猢狲散，他们的下场并不好过，据说连别墅都抵押了。陆念坐牢去了，因为失去经济来源后，他干起了不好的勾当，还搞出了人命，判刑20年。至于陆京，为了东山再起，他来了首都，用最后的钱创立了一家新公司。此刻他正在外面等我见他，从早上等到了夜晚。秘书轻轻敲门，陆总，那位先生还是不肯走。我点了点头，放下红酒，穿上高跟鞋，走了出去。落魄的陆京连忙起身惨笑，眼中是化不开的悲伤。曾经英挺帅气的他，仿佛老了20岁一样，手足无措，不复英气。我们见面，他也不喊我潮潮了，而是喊陆总好。我让秘书给他倒了一杯水，含笑开口，陆京先生，您的合作方案我看过了，非常抱歉，这并不符合我的预期。陆京浅笑，干裂的嘴唇蠕动了2下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我起身，没事，我先走了，挺晚了。陆京起身送我，忽地开口，妹妹，爸爸妈妈很想你，你能回去看看他们吗？他们每日都念叨着你。我一读，不等回应，陆京吸吸鼻子，带上了哭腔，你变得好陌生，我们毕竟是亲人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绝情？我转身凝视着他，又想起了前一世，他将我从陆念的房间里拖出来，狠狠地羞辱的画面。15岁的时候，我没有求过你们不要那么绝情，所以现在你也不应该求我不要那么绝情。我给出了回答。陆京一僵，脑袋垂下，再无精气。而我踏着高跟鞋，在慵懒的夜幕下，轻轻哼着歌，走向我充满期待的未来。那一滩躺在雨血里的烂肉，终于不必奢求任何人的爱了。他鼓足了劲儿爬起来，笑一笑，非常骄傲的爱着自己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
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